我想先请大家回想一下，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有一种特别不真实的感觉？是不是觉得天啊，怎么才刚写完2025年的新年愿望，一眨眼竟然就要准备迎接2026了？这种时间感消失的现象，不是你变老了，也不是你太忙了。在台湾，甚至在世界各地，我收到好多朋友的私信，大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博主，为什么我觉得时间被压缩了？为什么一天感觉只有几小时？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重点。这跟这2年地球非常强烈的能量流动、时间线的分裂以及新旧地球的交界有着绝对的关系。当集体的频率在疯狂加速，我们的感知就像坐上了云霄飞车。有些人觉得时间被折叠了，有些人觉得每一秒都被拉得好长好痛。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2025这一年，如果你觉得很辛苦，请你在心里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因为你真的撑过来了。这一年真的就像是在体验一整年的神鬼拉扯。我们看见了什么？情绪被极度放大，恐惧像是没有尽头的黑洞，业力显化的速度快到让人措手不及。在台湾这个高压的环境下，很多人都被逼着去面对内在最真实、最逃不掉的课题。可能是那个你一直不敢断舍离的关系，可能是那个让你甚至想逃离的工作，或者是家庭里那些沉积已久的伤痛。2025是科技爆炸的一年， AI 横空出世，改变了我们的认知，但同时它也是灵性觉醒、世界动荡、业力清算最猛烈的一年。在彩虹数字的系统里，我们走过了数字9。9这个数字本就象征着结束、完成、收尾。哪怕过程再痛，宇宙一直都在用各种不得不发生的事件告诉我们，亲爱的，该结束的就会结束，该被看见的，无论你藏得多深，一定会被看见。更别提那些让我们身体吃不消的太阳风暴了。从2024进入高峰后，2025年简直是连续的大爆发。你也中招了吗？头痛欲裂，莫名的心悸，半夜3点醒来睡不着，全身像通电一样震动，情绪突然失控大哭，甚至觉得即使待在熟悉的家里，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想回家的乡愁。请一定要听进去这句话，这些并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没有生病，你也没有疯，而是地球、太阳、整个宇宙的频率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调整。我们所有人的 DNA 都在同步升级，这是一种集体的蜕皮过程。有趣的是，许多人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发现，身体好像慢慢适应了这种高频震动，虽然偶尔还是会不舒服，但那种能量不再是混乱的撕裂感，反而像是一次次的破解，一层层的脱壳。我们在痛楚中慢慢看见了那个发着光的新自己。那么既然最难熬的清理期我们都走过了，那今年的2026年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呢？这正是我今天要录这支长视频的原因，因为2026的讯息太震撼也太重要了。先从能量跟命理的角度来为大家揭开2026的面纱。2026年是丙午火马年，请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丙属阳火，像是天上的太阳，地支午也是火，而且是旺火。当这2个在这个时空撞在一起，天干地支皆为火，这就是所谓的红马或火马。这代表什么？代表能量的极致爆发，速度会快到让你看不清车尾灯。如果说2025是暗流涌动的清理，那2026就是把一切摊在阳光下的显化。世界会开启倍速模式在你面前展开，你可能会感受到身边的一切变动得更快了，挑战变得巨大，竞争变得更赤裸激烈，特别是在金钱、人际、合作关系上，任何一点点的虚假都藏不住，摩擦会瞬间起火，而内心的压力也会随之升高。那种感觉就像是明明外在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心里就是觉得紧绷，像是一根拉满的弓弦。在命理学上有个说法叫做赤马红羊节。历史上的丙午年、丁未年的确常常伴随着巨大的变动，甚至战事与政局的翻转，因此这通常被视为能量非常动荡、极度不稳的时期。
但是身心灵的伙伴们，请不要听到劫这个字就感到害怕，因为在能量层面上，这同时意味着巨大的契机。我们从流年9终于跨进了流年1，9是结束，是清理，是断舍离，而1则是全新循环的启动，是万象更新的萌芽。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这2年的差异，2025是神鬼交锋，别离清算，而2026是灵魂选边站，新人生版本正式上线。这不仅仅是日历翻过了一页，而是人类集体意识的一次巨大分流。这一年会带来很多关于爱、真实、选择与觉醒的终极课题。你会很明显地感觉到一种拉扯，你自己到底还卡在旧世界的泥沼里，还是已经一只脚踩进了新世界的频率中？最近我观察到，无论是西方的灵性老师、占星师，还是东方的通灵者，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收到一个共同的讯息：2026是旧世界关门，新世界启动的能量闸口。这道门不是像电影演的那样，突然啪的一声关上，把人隔绝开来。它是渐进的，但也是残酷的。你会慢慢发觉，旧的系统真的撑不住了。那些靠压榨、靠谎言维持的旧关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旧的价值观不再适用，你过去深信不疑的成功法则开始失灵，整个旧世界的体系渐渐说服不了人了。但同时，令人振奋的是，我们也会发现新的频率、新的人、新的生活方式，甚至是你从未想过的灵魂家人正在悄悄接近。你的直觉会变强，梦境会变得无比清晰，甚至你与高我的沟通会变得非常直接。灵感不再是偶尔出现，而是像泉水一样涌现，仿佛这一切都是宇宙在贴着你的耳朵告诉你：嘿，亲爱的，准备好了吗？我们要起飞了。但是这里要给所有台湾的朋友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2026并不是一切都顺顺利利的平静之年，相反的，它可能会更混乱。为什么？因为旧系统还没有完全退场，新系统已经强势上线。当2个巨大的频率板块挤在一起的时候，过渡期的摩擦、地震、混乱是不可避免的。许多灵性预言大师，包括著名的巴巴万加、诺查丹马斯，也都用象征的方式提到2026。全球紧张，地球震荡，天灾不断，科技伦理与 AI 的真假难辨，甚至外星文明的显现。但我说这些绝不是为了制造恐惧，这些预言是对可能性的提醒。真正的重点永远不是外在发生了什么天翻地覆的大事，而是你准备好用更稳定、更清醒、更强大的自己去面对这些变化了吗？如果不瞒大家说，2025对我本人来说也是生存大魔王通通跑出来的一年。很多我以为已经疗愈好、已经放下的恐惧、匮乏跟委屈，在今年全部都被挖出来了。一度我还以为是自己退步了，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走这条路。但后来在冥想中我才明白，那不是倒退，而是灵魂带我做最后一层的清理。就像是要搬进一栋全新的豪宅前，你必须把旧家仓库里最深处、最脏的垃圾全部清空一样。这是为了让我在2026年能够更轻盈、更无挂碍地开始新版本。屏幕前的你，你的2025年是不是也有很多突如其来的清理、突破以及不得不面对的真相呢？如果你愿意，请在留言区跟我分享，让我们互相取暖，用爱接住对方，好吗？好了，前面我们回顾了2025的动荡，也揭开了2026火马年的神秘面纱。接下来我们要正式进入今天最核心的主题，2026年的5大宇宙能量讯息。这5个讯息是你的灵魂使用手册，是你穿越风暴的指南针。准备好了吗？深呼吸，让我们开始。好了，前面我们先回顾完2025年的神鬼交锋跟大清理，现在让我们正式走入今天的主题，2026年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今年主要有5个能量关键的特质，我们先从第一个能量来开始聊起吧。第一个关键能量，灵魂 2.0 版本正式解锁，全新的循环正式开始。这也是我觉得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一个讯息。你们知道吗？传奇的催眠回溯师多洛雷斯·坎南 Dolores Cannon 在他的经典著作《三波志愿灵与新地球》里曾经提过一个概念，
很多灵魂，包括现在的你，早就约好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地球扬升的关键枢纽点醒来。我们不是来这里受苦的，我们是来陪地球走完这个巨大的频率转换的。所以所谓的灵魂 2.0 其实不是我们要去外面抓取什么新的超能力，而是我们本来就有的那个最高版本，只是现在终于轮到它被启动了。如果用彩虹数字的角度来看，从流年9走到流年1，这本身就是一个完整循环的结束和新的一轮正式启动的时间点。我想请你把2026年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电脑系统更新。过去这几年，不管是疫情、战争、经济动荡，其实都是在帮我们的系统除错 debug。而到了2026，进度条终于跑到了100%。这一年是一个非常适合重新打开你的灵魂蓝图，去认识你的原厂设定的一年。我一直觉得数字是一个温柔又具体的工具，它像是我们灵魂在投身到地球之前写好的一串程式码，里面藏着你的天赋、你的课题、你想完成的生命主题，还有这一世真正想成为跟体验的地球人旅程。当我们越清楚自己的灵魂设定，就越会明白，如果2026年是我的 2.0 版本要上线，那么接下来我的剧本应该怎么写？亲爱的，请看着我的眼睛，或者闭上眼问问你的心，你还要不要继续演那个习惯委屈、习惯讨好、害怕冲突的旧角色？你还要继续在那个只会消耗你，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关系里苟延残喘吗？还是你愿意深吸一口气，哪怕手在发抖，也决定要活得更真实、更有力量、更接近灵魂原本的样子呢？2026即将到来，我希望你能花一点时间，甚至就在今天晚上，静下心来对自己说，我准备好了，我愿意让 2.0 版本的我正式登场。而第二个能量特质，关键字只有2个字，却重如千钧，那就是真实。其实从2025年开始，真实这个主题能量就已经被放大了。在 AI 虚拟内容泛滥、资讯爆炸的洪流里，我们开始很明显地感觉到一种虚无感。什么东西是看起来很绚丽、包装很精美，但其实里头空空的？而什么东西并没有特别的包装，甚至有点粗糙，却让你觉得很踏实、很有力量。有些西方的灵性老师，像是《当下的力量》作者艾克哈特·托利 （Eckhart Tolle），他也一直在提醒这件事：真正的觉醒不是变得更厉害、更特别，或是头上顶着光环，而是慢慢看穿小我 ego 制造出来的角色跟假象，回到一个更真实、更觉知的状态。2026年，火马年的火就是要来烧毁一切虚假的东西。这种真实对抗假象的拉扯会变得更明显，不管是在新闻媒体、社群网络，还是在我们身处的身心灵圈，甚至是你身边的亲密关系，所有不真实的东西都会被放大检视。我必须要说一句可能会得罪人的真话，在未来这一年，那些只讲高频、爱与光，却完全不敢触碰内在阴影的灵性说法，或是为了讨好大家、迎合市场焦虑而说出大家想听的讯息，甚至把高敏感、通灵、看得到画面直接等同于高人一等的那些不真实频率，在2026年都会被凸显出来，甚至会崩塌。这些东西不一定是坏的，但如果只有表面有光，并没有办法带我们照见内在的黑暗，这样的情况很容易让人活在漂亮的虚幻泡泡里头。那是灵性逃避，不是灵性觉醒，它反而让我们忽略了自己的恐惧、创伤，跟那些正在角落哭泣、需要被看见、被疗愈的情绪。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想在这里送给你们：真正的高频不是把自己装得很明亮、很完美，而是愿意真实地看见自己所有的面向，包含你的破碎、你的嫉妒、你的愤怒。所以我想在这里邀请你，在2026年的流动中，常常有意识地问自己一个小问题：现在的我是在表演那个别人眼中灵性完美的样子，还是我真的有在接近真实的自己？接下来第3个能量关键点，是我一直很在意，也觉得2026年绝对会被放大的主题，那就是灵性的落地。如果你是台湾的身心灵爱好者，你一定发现过去这几年好多人开始上课、做疗愈、灵修，这是一件好事。但有时候灵性变成了一种概念、一种标签，
甚至有点像大家一起追的潮流时尚。我们上完一个又一个高阶课程，拿了一张又一张证书，但回到家里，关起门来，还是用同样尖锐的方式跟伴侣吵架。我们在冥想垫上，觉得自己可以连接宇宙源头，满心慈悲，但是面对那个挑剔的主管，面对账单的压力，还是用旧有的恐惧模式在沟通跟互动。我们一边在社群上说着要接纳、臣服，一边又在关系里头极度害怕被拒绝、被抛弃，甚至用控制狂的方式去抓紧对方。亲爱的，这就叫灵性解离。2026年，宇宙不会再允许我们飘在天上了。灵性的成长跟觉醒，重点在于把觉醒变成生命的具象化，不是只是知道，而是要把你知道的东西真的活出来。所以2026年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是，你学到的那些灵性智慧有没有真的进到你的柴米油盐里？我来举几个最实际的例子。当有人踩到你的界限的时候，你是要继续压抑，假装高频说没事，我不计较，还是愿意诚实温柔但立场坚定地表达你的不舒服？当一段关系走到了尽头，你是为了面子或恐惧紧抓着不放，还是愿意带着心痛跟悲伤去练习真正的祝福跟放手？当我们说着我相信宇宙都有最好的发生，是指在顺风顺水的时候相信，还是即使在生活一团混乱甚至跌落谷底的时候，也愿意练习信任宇宙的托住？灵性要落地，并不是我们要变得完美无瑕，而是要让觉醒落实在每一天的选择当中。你怎么回复那则让你生气的讯息？你怎么面对离别？如何面对冲突？你怎么照顾自己疲惫的身体？你如何看待金钱的流动？甚至是你会怎么安排生活的节奏？请记住，这些全部都是灵性。除了打坐冥想，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说话，更是最高深的修行。再来，第4个主要的能量关键也很有意思，听起来有点严肃，但请把它当成一种礼物。2026年虽然是一个新的开始，但如果你2025年的清理还没有走完，这一年会比较像是灵魂的期末考。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博主，我都已经清了一整年了，还没完吗？如果你在2025年年底还是常常被太阳风暴、地球舒曼波、集体潜意识等等的负面能量搞到身体老是偏头痛、胸闷、睡不好，身体的旧疾，那些你以为已经好的毛病一直反复冒出来，情绪反复的被一种深层的恐惧、焦虑、不安全感给勾出来，加上明明头脑都知道要放下，却怎么样都放不下，那很有可能代表你旧有的信念，那些陈旧的关系模式，那个深植在你潜意识里的受害者角色跟业力的框架还没有完整被看见，还没有真正的释放、疗愈跟臣服。多洛雷斯·坎南在提到新地球的时候也说过，身体会经历一段调整期，旧的密度要被松动，新的光体频率要进来，所以很多人会在身体上先感觉到考验。2026年的能量有一点像是宇宙，这位严厉又慈悲的老师拿着考卷问我们每个人，同学，你旧的能量真的走完了吗？这道题你真的学会了吗？你准备好要用新的方式回应生命了吗？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2026年怎么好像比2025年还要更挑战。请记得，这些其实都不是惩罚，而是最后一次的大补考。那些我们一直在逃避的课题，在关系里不敢说真话，一直过度付出，把自己摆在最后，为了安全感紧抓着不适合的工作，一直委屈自己的灵魂，这些种种的考验，到了2026年，很有可能都会再次被放大摆在你面前。宇宙会逼你重新再选择一次，这一次哪怕只有1秒钟的迟疑，也要问自己，我要继续用旧版本的自己来回应，还是愿意试试看，咬着牙用一个比较贴近灵魂 2.0 的方式来做出那个会让心自由的决定呢？最后第5个关键的能量倒是我非常期待，也是会让大家感到温暖的，也就是新地球的社群将会在2026年更明显的启动。你可能已经在2025年开始感觉到一种人际关系的大洗牌，有些人慢慢从你的生命中淡去，哪怕你们曾经很要好，但现在价值观差太多了。那些一直让你觉得很消耗，需要你一直去填补黑洞的人，你会越来越待不下去，你不再想做那个拯救者了。
同时，你会发现有一些很像老朋友的新朋友开始出现在你的身边，那种感觉很奇妙。第一次见面就感觉到莫名的熟悉，眼神一对上就懂了，讲话频率很合，你们在聊的东西完全不用刻意解释，对方都懂你说的能量、频率，或是那些疯狂的梦境。很多星际讯息的传讯者其实早就提过，所谓的光之家族、灵魂家人会在地球频率提升的过程当中开始自然的聚在一起，形成一个一个新的小小宇宙。例如说，如果你是昴宿星、天狼星、仙女座，或者是带有地球、亚特兰提斯、列穆里亚印记的灵魂，你可能会发现你身边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同一个族群的人，你们思考方式接近，关注的主题相似，对新地球的想象也很接近。在2025年，我也在很多个案跟学生身上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好多原本没有感知力的人突然天线打开了，好多不知道自己有星际印记的人突然开启了记忆，也有很多人突然找到了自己的灵魂部落。这种集体觉醒并不是偶然发生，而是新地球的指标。这些灵魂社群会在接下来的几年变成新地球很重要的支柱。2026也会是一个不要再纠结谁离开，而是看见谁走进来的一年。与其抓着那些频率已经不合的旧人哭泣，不如擦干眼泪问问自己，宇宙最近为我带来了谁？我现在身边的这一群人，我们可以一起为世界做什么？在这个灵魂部落里，我的角色是什么？这些答案都会在2026年变得越来越清晰。接着，我想跟你一起探讨2026年我们可能会遇到几个关键的挑战，这也是我必须要诚实告诉大家的。这些挑战并不是为了吓唬你，而是宇宙在提醒我们，你的灵魂 2.0 版本已经准备好了，但你的小我 ego 可能会抗拒。如果在接下来的描述中，你觉得某些内容很有共鸣，甚至觉得天啊，博主你在说我吗？那代表你并不孤单，因为很多灵魂在今年都会同步经历这些事情。挑战1，明知道要改变，却迟迟跨不出去。未来的一年，很多人会发现自己陷入一种很奇怪的焦灼状态，知道该改变，但是行动一直卡住。例如，你明明清楚某个关系已经走不下去了，每一次见面都是消耗。你明明知道这份工作让你不开心很久了，每天早上醒来都很痛苦。你也深刻明白某个旧习惯，比如熬夜、暴饮暴食、拖延，已经拖累你很久了，但你就是跨不出去。你会给自己找无数个理由，再等等看吧，也许他会改。现在环境不好，不敢乱动。这种卡住的感觉，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也不是因为你懒，而是当面对巨大的未知时，我们要从旧的时间线跳跃到新的时间线。我们的大脑，那个负责保护我们生存的原始机制，自然会启动防御，它会想尽办法把你留在原本熟悉的舒适圈里，哪怕那个舒适圈其实是一个痛苦圈。可是宇宙能量的转变已经不允许我们继续装没事了。2026是一个越拖越痛的年，这就像是穿了一双已经太小的鞋子，以前你可以忍，但现在你的脚长大了，灵魂升级了，再穿旧鞋就会磨破皮流血。如果在这个时候你不动，宇宙就会推你，推不动，宇宙就会加强力道。请记得，这不是惩罚哦，而是提醒。新的你已经准备好了，旧版本就丢掉吧。所以，如果你心里有一件事情一直反复出现，一直像个闹钟一样在响，那其实就是最重要的讯息。你会发现，只要你愿意闭着眼睛跨出第一步，后面就会突然变得很顺，因为宇宙早就在那里铺好路，支持着你了。挑战2，资讯太多，越看越乱，真假难辨。2025跟2026的集体能量很特别，尤其是在灵性圈和网络世界，预言爆炸，通灵资讯暴增， AI 生成的内容越来越逼真，各种阴谋论满天飞，世界局势看起来也确实很混乱。就连能量预测这种影片，你可能都会看到几百个不同的版本，有的说世界末日，有的说黄金纪元，有的叫你囤粮，有的叫你躺平。这些讯息会让人越看越焦虑，越滑手机就越不安，甚至会开始怀疑自己的直觉，我是不是错了？我是不是跟不上时代了？但是2026年要提醒我们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内在权威。当外界越吵，
我们越需要安住自己的内在。当你觉得乱、觉得烦、觉得不知道该相信谁的时候，请做一件事，先把手机关掉，停下来，深呼吸，把注意力带回身体。你要相信，那些外界的声音之所以混乱，是因为他们都在抢夺你的注意力能量。但真正属于你的真相，永远都是安静的，它不会恐吓你，它会让你感到平静。挑战3，关系跟身份的重新排序带来的失落与调整。今年的第3个最明显的挑战就是重新选择。这听起来很美，但过程可能会有点痛，因为你的灵魂正在校准，所以那些不适合的关系、工作、友情、生活方式都会开始默默松动，甚至崩塌。你可能会重新定义你的职涯，你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无法再忍受某些人的对待方式，你开始重新看见你的界限，重新认识你自己到底是谁。这些过程会带来一些失落感，甚至会觉得我是不是在哪里做错了？为什么大家都要离开我？亲爱的，你没有做错，今年所要离开的不是失败，而是校准。所有靠近你的也不是巧合，而是共振。我常常跟身边的人分享一句话，特别适合送给2026年的你们：真实的频率比爱更高频。有时候我们为了维持所谓的爱与和谐，牺牲了真实，那样的爱是沉重的。2026年的关系就是用真实在选人、选事、选圈子，不是你变无情了，而是你更靠近灵魂高频的模样。而那些不在同一个频率的能量，自然会脱落，让他们走，是对彼此最大的慈悲。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这支影片比较长，谢谢你陪我一起走完这趟旅程。如果这期节目当中有一句话、一个观点，或者仅仅是一个画面特别触动你，那绝对不是巧合，而是你的灵魂在透过我的声音对你说：嘿，我准备好了。新的这一年，2026火马年，会需要勇气，会有点颠簸，但也会带来更多全新的闪闪发亮的可能。不论你现在在哪个阶段，刚开始觉醒觉得很困惑，正在疗愈伤痛觉得很累，或者是已经准备好启动灵魂 2.0 蓄势待发，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宇宙一直在陪着你，而你也一直走在对的路上。我们都是彼此的灵魂家人，在这个巨大的转变时刻，选择了一起投身在地球。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订阅频道，点亮小铃铛，这样你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下一集的能量讯息跟小故事。也欢迎你把这一集分享给正在转变或者正在经历低潮的朋友，也许你的一个转发就能给他带来巨大的力量。让我们一起稳定，一起觉醒，一起飞起来。祝福你在2026年的能量里活得更真实、更自由、更靠近你原本那个完美无瑕的样子。